Hi guys! This video will be slightly different to our usual ones because I'll be speaking fully in my native language.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热闹的一天。We already released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 few weeks back, but the original script was actually written by me in Chinese, and so we thought some of our viewers might enjoy some good old listening practice. The video has Chinese caption that you can toggle on and off, as well a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if you want the full English style lesson with me and Fiona, go check out there. Oh yes, it's a bar. And some people, as Iona said, really loved alcohol. Okay, let's begin. 有这样的一幅巨作，让后世每个朝代的画家争相模仿、改版创作。有趣的是，它不是描绘宫廷生活，不是画神话传说或帝王将相，而是描写800多位市井小民的日常。仆役、官员、官兵、商贩、算命师、说书人、理发师、医生，还有乞丐。但这个日常里隐藏着许多的危机。甚至还有间谍的存在。没错，这是一个像小说般的画，这就是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是张择端。在我们说《清明上河图》之前，我们必须简短介绍宋朝。宋朝在西元960年到1279年，给你个概念，欧洲同时是中世纪盛期，十字军东征。宋朝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高科技时代，发明了活字版印刷、火药、指南针。军权衰弱，但科技发达，社会秩序良好。与此同时，欧洲还没有文艺复兴。你可以想象宋朝的首都的地位就跟现在的东京、伦敦、纽约一样，而《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的首都汴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先教你怎么读画。没错，不是看画，而是读。我们要先从《清明上河图》的装裱形式介绍，也就是手卷。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形式，手卷是其中一种。有一个手字，猜猜看是什么意思？没错，要用手拿。首先你将画展到与肩同宽，然后左梳右卷，左手松着，然后右手慢慢的卷，看完一段再看一段。这样的形式让手卷里可以藏着很多慢慢叙述的故事，就跟电影胶卷一样。手卷通常在30公分高，但长度最长可以达10数公尺。你可以感受到这跟大部分欣赏画作的逻辑不一样。不是像美术馆看画全部拉出来展示给你看的感觉，而像是在家看小说、看漫画，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私密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了。故事从汴京的郊区开始说起。从早起的薄雾中走来一支驴队，运送着温酒的木炭。宋朝人最著名的就是爱喝酒，甚至连他们的救济物资都会有酒，因为当时进入小冰期，喝酒能暖身。领头的驴熟练地转向旁边的桥，过了桥后有一栋房子，里面空无一人，因为他们在后面耕田。这是一个经典的意象，小桥、流水、人家，寓意着宁静自在的田园风光。但接下来，不祥的事开始发生了。我们经过了一片柳树林，笔触变得很重，让人无法忽视。其中一棵柳树甚至完全断裂，就要压死路过的人。但路过的人毫无防备，他被后面的动静吸引。原来是一个队伍里的驴子突然发狂往前冲，着急的家长大吼着要小孩子赶快回家。所有的人跟动物都被吓到。这里就可以来说《清明上河图》的清明是什么意思。清明代表着24节气里的清明时节，意味着天气回暖，常常下雨，万物开始生长。在这个日子里，宋朝人会去户外郊游，祭祖扫墓。转了个弯，我们终于看到河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一连串壮丽的河景，有很多艘大船。这种船在当时是最高科技的船。沿着河岸是一条商店街，
有工人在搬货，餐厅在准备开店，里面还有人在算命。宋朝人超爱算命。现在上河又是什么意思？画里的这条河是汴河，它是一条人工运河，引的是黄河水。黄河水容易淤积，冬天又会结冰，把河堤弄坏又造成水灾。因此，北宋政府每年入冬前，都会在汴河的上游筑水坝，等隔年冰雪融化，也就是清明节那天，就会把水坝拆掉，引水入汴河。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热闹的一天，所有的航运又可以通行的日子，所有人都想来看这一幕。上意味着去，上河就是大家都来看汴河的意思。这当然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不过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不只是个快乐的故事。你仔细看的话，会看到这艘船上的人在吆喝着些什么，看起来非常紧张。他们看的方向有另一艘船，所有人都在用力的摇橹，船上的状况被柳树遮挡，只看得到负责导航的人根本没有再看前方。他们再继续往前，就会撞到另一艘大船。那艘大船上的人紧张的大叫，试图调整方向，收起桅杆，躲避冲击。所有人都在尖叫大吼，甚至有人抛了绳子，想救船上的老人小孩。周围的人都盯着他们，看着这个悲剧的发生，却无法阻止。这就是《清明上河图》最知名的部分，也是最精彩的地方。除了河上的动静，桥上也很精彩。这座桥很宽，大约有8公尺，两侧都塞满了摊贩，卖绳子、鞋子、剪刀、菜刀，还有位妇人在卖清明节用来祭祀的人偶。注意到这里有个人有单边长长的袖子吗？他是个牙郎，他是撮合买卖的经纪人，双方会在袖子里互相用手势出价，讨价还价，让交易和气进行。桥上还可以看到2队人马互相让路，你走这边，好，那我走这边。桥的下方有个气派的建筑，其实这个大轿子是特殊节日才搭建的临时性建筑，上面会放灯笼跟彩带。这间店门口写着天之美露，意思是天堂般的美酒。没错，这是一间酒吧。宋朝人超爱喝酒，到处都是酒吧。而且如果你仔细看这个人，手上拿着2个碗往外走，猜猜他是谁？没错，他是宋朝的 Food Panda 外送员。宋朝超流行外卖。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在北京故宫，你想线上游览的话，可以去北京故宫的官网观看电子版，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但如果你想挑战看看高阶古典的中文词汇，我们准备的 Skritter deck 把里面出现的单字都放在里面。不过记得，这些很多都不是现代使用的词汇，所以如果你学起来了，你就可以挑战看古装剧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订阅支持我们做更多优质的教育内容。我们今年野心很大，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冲破5万订阅，非常感谢，谢谢，拜拜。